不住的回忆。记得当时你闯进我内心的方式，掠过了无数的关卡，只记在我心底。还有黄昏时的风吹散秘密，幻化作光穿过人山人海，问自己是否也需要另一半载体。听说在他身边的你笑得过于甜蜜，忽然懂得不是2个字是什么意义。渴望过2人的生活，没有如果，只剩下结果。是他妈妈不喜欢我。第一，你这样的人打一辈子工也买不起房子。第二，你那个什么风哥哥是个没有担当的妈宝男，他妈那么凶，不会让你们在一起的。所以明小小，你最终将会一无所有。霍先生，你是我见过最坏的大坏蛋，我讨厌你。小小，昨天的事儿呢，我都知道了。接下来呢，你们2个还要在一起待1周的时间呢，你就原谅他，好不好？哼。哦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最近是在攒钱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是下周的工资，提前借给你。那好吧，我就先不生他的气了。希望他1周都能乖乖的，别乱发脾气，否则我就告状。好，来。哼。这么快就不生气了，还不是见钱眼开，财迷。我是很喜欢钱，因为钱很可爱，不会乱说话。孟大哥，我能回去拿我的存钱罐，过来一起住家吗？我的钱都存在里面，很重要的。当然可以，快去吧。老板，如果你想过上有人陪、有饭吃的好日子，我建议你少说话。老天呀，一想到每天都要和他待在一起，我宁愿选择饿死。哎呀，这个霍先生果然是想要去寻死。那个，我还是先不回去了，万一我回去了，霍先生趁我不在偷偷寻死怎么办？我蠢女人，等孟过走了，有你吃苦的时候。明小小，出来吧！鬼鬼祟祟跟一路了，孟过可没有说过不允许我来海边。霍先生，你不是想要跳海吧？谢谢，目前还不想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答应了孟大哥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。海边风太大了，会感冒的。我推你回去吧。随便吧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走回去吧。哎，没事的，我力气很大的，很快就可以了。宁小小，托你的福，我现在真的想跳海了。我没事，你可以回自己房间去了。你别生气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这是对爱你的表现。明小小，
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爱不爱？你懂什么是爱吗？难道我又说错什么了吗？因为爱你，所以关心你吗？傻瓜，你懂什么是爱吗？那你说说，你为什么要爱我，关心我呀？因为你的腿受伤了，就跟外面流浪的猫猫一样可怜，所以我就会爱你啊。而且孟大哥也说了，要我多多关心你，那我就能拿到好多奖金。可以了，你走吧，再见。可是你白天还说你要跳海，可是霍先生，跳海会死的，所以我必须要看着你。霍先生，你怎么不说话了呀？你是死了吗？你妈妈只是我们家的一个佣人，凭什么跟我争家产？二叔，求求您放过我和我妈妈吧。还有你，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你必须死。我要报仇，我要让霍家人跟我一起下地狱。林氏集团那边你也要再盯着点。那个林夕比他爹聪明，没那么好对付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我觉得你的假期可以稍微缩减一下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可以把你那位挂名的养母接过来，医疗费、路费公司都可以报销。哟，奇怪了，我们霍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？看来找小小来帮忙啊，是一个明智的决定。您跟小小相处多了，都变得这么有人情味了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莫名其妙。挂了。人情味儿？怎么可能？我留着他只是因为他傻好玩，我给自己逗个乐还不行？霍先生，房间已经打扫干净了，现在要打扫天台了，请你挪一下地方。这是我家，我爱在哪儿就在哪儿，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好吧，好吧，又乱发脾气。反正我都得听你的，我一会儿再过来打扫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明小小，我突然想吃冰淇淋了，要那种最高级度假村里没有的牌子。你既然什么都听我的，就快去给我买一个回来吧。可是你不是不爱吃冰淇淋吗？而且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最高级的冰淇淋啊。那好，我现在就打电话告诉孟过，说你照顾不周。别说是奖金了，基本工资都没有了，白干。那好吧，我去给你买。哼，笨蛋明小小，整个度假村连小卖部都没有，更别提冰淇淋了。让你再多管闲事，这回有你好看的。明小小，你胆儿肥了呀，居然敢半夜霍先生，我买到最高级的冰淇淋了，你看，它坏掉了，明保护的很好的，对不起，霍先生，我没有偷吃，要不我再给你买一个新的回来。卖冰淇淋的地方至少有30公里。你跑这么大老远，就为了给我买一个冰淇淋吗？当然了，是你说要吃这世上最好吃的冰淇淋，不只是冰淇淋，
这世上，霍先生想要什么，想做什么，小小都一定帮你实现。真是个小傻子。霍先生，对不起，冰淇淋真的不是我偷吃的。明夏夏，今天你送给我的，绝不只是一个冰淇淋，而是我这么多年从没有得到过的毫无保留的信任和爱。谢谢。疼吗？没事了，不疼。好吧，是有一点疼。你怎么那么笨呢？随便买哪个牌子的冰淇淋回来不就行了吗？结果摔跤了吧？活该。可是你说要吃最好吃的冰淇淋啊，我一定要给你买到，怎么能随便买？明小小，你只是个打工的，用不着对我这么好。你给我钱，我就好好工作啊，而且有了钱才能够买房子。你想要哪儿的房子？说出来，我送给你。送房子？你很奇怪，为什么要送别人房子啊？我不要。明小小，你可想好了，过了今晚可就没有了。出了汗又吹了风，你先待着，我去给你煮个姜汤，免得你感冒。霍先生，您要送我房子，又要给我煮姜汤，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对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居然对个傻子这么好。你自己去煮汤，我要睡了。这个霍先生真是有问题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一会儿要吃冰激凌，一会儿又要喝姜汤，看来真是脑子有毛病。霍云婷，你别再失心疯了，你清醒一点。答案之书，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呢？我是不是有点不对劲？可怕！我是不是有点喜欢那个小傻子？爱呀！那我要不要赶他走啊？你是在开玩笑吗？幼稚！这不可能！明早我不吃水煮蛋，我要吃煎蛋，3分熟。快回复！霍先生，你没睡啊？为什么不回我消息，不接我电话？就是个大坏蛋。不过有时候，你倒是睡得熟，挺可爱的。小傻子。我昨天说过了，我只吃煎蛋。昨天？
你没有说过啊？我昨晚给你发信息提醒了，为什么不回我消息？信息，我昨天微信坏掉了，但是其他消息我也没有收到。那确实没有吗？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经。明小小，你手机欠费了，我们说好的，你要24小时在线，随叫随到。对不起啊，是我的错。下个月再充吧，钱不够了。你要是有什么事啊，你就大点声喊我，好不好？你怎么会没钱？孟过提前给你的工资呢？芬芬说她男朋友生病了，需要用钱，我就借给她。你真的是……我不傻的，你不要凶我。芬芬男朋友上次缺钱，我都没有帮忙，这次他生病了，我肯定要帮的忙。霍先生，生病很辛苦的，你生病我也会帮忙的呀。你就不要生大气了，好不好？算了，来，充好了，自己看吧。你这是在浪费钱，笨！明小小，你到底懂不懂感激别人的好意啊？算了，知道你不懂，以后我们还是少说话，保持距离。明小小，已经超时5分钟了，你准备什么时候推我去海边啊？来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身上有病毒吗？让你推个轮椅你就这样？是你说的吗？少说话，保持距离。哼，你这时候倒是挺聪明的。没错，我说的，离我远一点。走。怎么又发脾气了，霍先生？你这人好奇怪，一会儿对人特别好，一会儿又对人特别坏，不理解。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你受不了走啊？哼，你们这种加号性的，都走了才好。好，不气啊，不气。霍先生，咱们不要保持距离了，你乖乖坐回去，不要再把腿伤着了。脚怎么这么冰啊？我就说不要出来吹风吧。